今天我要用红枣和桂圆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大家好，我是 Kisty， 欢迎来到 Kisty World TV。我的频道主要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些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红枣和桂圆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50克的红枣，我已经洗干净晾干水分了。现在把红枣的肉取下来。 取下来的红枣肉切碎，红枣切好了，这个红枣核。 如果儿子不在的话，我就会把它吃掉。今天儿子有在放暑假，所以呢，我会给他吃，因为种子上还有残留一些肉，不要浪费了。把红枣放入盘中，准备50克的桂圆肉。桂圆肉它有一点大颗，所以我想把它切细一点。 把桂圆肉切碎。这桂圆肉我是在杂货店买的，一盒一盒的包装，很多人会拿来泡茶。把桂圆放入盘中，准备1块椰糖，这是马来西亚马六甲的特产，是娘家妈妈带来的。 可是，如果台湾的朋友可以到印尼店买，或者是可以用黑糖或红糖来代替。现在用1半的量就好了。先把椰糖切细。之前我有用这个黑糖来做马来西亚的糕点 Ondeh Ondeh，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，影片下也有。 连结可以打开来看看，这样子的分量就够了。把椰糖放入盘中，这里的分量是200克。把椰糖放到调理碗里面来，加入200 cc 的温水，把椰糖拌匀。 椰糖拌匀后，先放旁边备用。接下来准备500克的中筋面粉，把椰糖水加进来，搅拌成这样有小面团成型之后。 放入红枣、桂圆、1茶匙的酵母、2汤匙的葵瓜子。接下来就用手揉成面团。 我已经揉成团了，刚刚我又再加了45 cc 的水，现在成团后再加1汤匙的油，再次搓揉，让油和面团吸收。这时候加油，再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面团会更光滑哦。 油脂都被面团吸收后，可以放上保鲜膜，静置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再把它取出来，揉一揉。揉一揉，排气之后，
现在搓成长条状。先在细胶垫上撒上面粉，揉成长条状后，现在分割成一样大小的小面团。取一个小面团，再搓成圆形。往内搓，收成一个圆形后，先放旁边备用。都搓成圆形后，再取第一个，把它擀成长条形。擀成像这样长条形后，把它卷起来。切一半，像这样子就完成了。依序把每个做成像这样子。都完成了，现在准备一个器皿，倒一些油，用细胶刷把器皿抹上一层薄薄的油，再把做好的放进来，这样子呢，再盖上保鲜膜，让它醒10分钟。热一锅水，已经醒了10分钟，很漂亮，放进来蒸。开盖子，转大火，蒸3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哇，好漂亮，好香哦！关火。把它取出来，取出来后用一个面包刀先刮一刮旁边，还好烫哦。底部也是刮一刮。我们的馒头完成了！哇，红枣桂圆无蛋点心完成了，热乎乎的最好吃，一面吃可以一面闻到红枣和桂圆的香气。使用椰糖做点心，让点心的香气更提升。孩子们一口接一口的吃不停，看了就很有满足感。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到最后。我的频道接下来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简单上手、快速上桌的素食家常菜料理食谱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